我明明觉醒了最低级的寒铁神域，可所有人却都上赶着送礼巴结我，只因我的神域里不但有个权势之眼，还拥有着一座诸天万界废品加工站，不仅能够对低等级的废品暴击翻新，还能够有一定几率将废品变成神器，甚至工坊里还自带了一位鲁班将士。此时林凡看着系统提示，直接惊掉了下巴斑，这不是木匠的祖师爷吗？怎么现在变成废品加工回收的专家了？眼看着全息屏幕前的数字一行行蹦出来，林凡紧接着便克制不住，惊喜地朝赵雨萌的方向一瞥。然而就是这一眼望去，林凡便再度被眼前看到的一幕给震惊了。人视之眼开启中，目标美女学霸手中提着的塑料袋检测到废铁级物品，定魂塔一尊，宿主请快快回收。定魂塔是这个神域时代的一种高级助考道具，这种道具的用途大概就是考试之前随身携带，可以起到定魂安神的作用。有了这种效果，考生们在离魂考试的时候往往能够心思镇定，觉醒出更好的神域。而现在赵雨萌背包里面的那个就是已经在考前使用的神力几乎耗尽的定魂塔，果然是有钱又有颜，难怪他会觉醒青铜神域。看到提示信息，林凡心念一动，萌，你的塑料袋里装的是定魂塔吗？能不能卖给我？林凡直接问道。定魂塔，你说的是它？这我已经用过，现在就是个垃圾，我打算找个垃圾桶丢掉。赵雨萌不无诧异地看了眼自己手中的塑料袋，又看了看面前一脸认真的林凡，你真要买？这个东西我有用。林凡肯定地回答道。一个用过的定魂塔能有什么用？算了，既然你喜欢，那我就给你得了，省得我再去找垃圾桶了。本着对于林凡的好感，赵雨萌也没再说什么，而拿到了定魂塔的林凡这边则是激动的直接感谢了赵雨萌几句，便迅速离开了。这个林凡总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我这么大个美女在眼前都不心动，看到个定魂塔的废品居然这么高兴，真讨厌，我还比不过一个垃圾吗？望着林凡的背影，赵雨萌悻悻地跺了跺脚。而与此同时，回到家之后的林凡则是在第一时间将那一尊神力耗尽的定魂塔直接放到了系统的储物空间之内。丁，系统检测到定魂塔一尊，诸天万界废品加工工坊正式启动，鲁班大师亲手操作，准备工作就绪。定魂塔已投入演炼炉，等待期间，林凡便看到了自己的神域范围内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巨大的工坊火炉旁，两名工坊工人，一个忙碌着劈柴烧火，一个忙碌着推动鼓风机。鲁班大师这边则是忙碌着添加各种奇怪的辅料，并持续不断的在桌案上调整着什么配方，比例一声巨响。林凡只感觉到了一阵阵震惊与无语。震惊之处在于，自己的神域居然还真是个垃圾回收中心，好家伙，连冶炼炉都出来了，这跟垃圾回收厂有什么两样？而无语的地方呢，则在于现在这个工坊看上去也着实是太落后了一点点。垃圾回收冶炼居然用劈柴，什么年代的科技了？确定是诸天万界，不是蛮荒时代吗？恭喜宿主定魂塔回收加工已完成，定魂塔加工触发暴击概率，物品等级大幅度提升。新品出炉，玲珑梯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宝塔品质黄金级别。我的天，黄金级别的玲珑宝塔，这垃圾回收站这么猛的吗？据说这个宝塔乃是燃灯道人赠予李靖、李天王的保命法器，这件宝物的价值，那可是他们这一类的普通人做梦都难以想象。要知道，仅只是一尊寒铁级别的定魂塔，那都要卖出去几十万的价格，而且只能使用几个小时到几天的时间。现在这一尊黄金级别的玲珑宝塔值多少钱？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金手指真的是金手指啊，一件破烂居然能加工成黄金级别的道家法器，那要是我把普天之下的垃圾全收了，我岂不是要称霸整个诸天万界了？叮，恭喜宿主首次加工垃圾就触发暴击，神域感知到黄金级别的法器，神力爆发一次，遇抗性等级加1，目前抗性烽火雷电抗性1，神域基础劳动力加1，增加1名垃圾回收。工坊升级大师，丁升级大师发明了没有灯，你的工坊现在有了光照供应。丁升级发明了蒸汽鼓风机，你的工坊效率提升了300%。六丁升级发明了蒸汽风扇，鲁班大师的工作效率提高50%，暴击率提高11%。即废铁工坊正式升级为2级青铜工坊。蒸汽时代工坊居然还有这种事，回收垃圾真的这么赚吗？伴随着工坊的自动升级，林凡同时还震惊地发现了自己的神域也开始了显著的变化。神域等级黄金级以上，暂未检测到更高等级神域建筑。诸天万界废品加工工坊2级，可回收各种白银及以下级别的废旧物品进行翻新加工，加工过程中有20%暴击概率，垃圾变神器也未可知。神域工人4名，普通2名，回收加工专家1名，名叫鲁班，工坊升级大师1名。神域面积1000平方，虚空储物间500格，可存放任意大小的垃圾品种。惊喜之余的林凡还没有到家，就又接到了来自于学校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是学校社会实践部的主任。
第二天一大早，林凡就来到了学校社会实践部。他到的时候，实践部已经来了不少学生，而实践部的中心大屏幕上也出现了社会历练的相关信息。荷马史诗战场前线需要15名神域觉醒者，觉醒等级要求寒铁神域。洪荒大世界战场前线需要30名神域觉醒者，觉醒等级要求寒铁神域。塞外莽荒战场前线需要27名神域觉醒者，觉醒等级要求寒铁神域。大银河时代战场前线需要31名神域觉醒者，觉醒等级要求寒铁神域，令科技神域觉醒者优先。看着大屏幕上列出来的一个个诸天战场，林凡几乎都要被晃动的字幕看晕了眼睛。林凡，你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赵雨萌又出现在了林凡的身旁，并引起了其他毕业生的一阵阵唏嘘。咱们这校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总喜欢往林凡身边凑？萧楚林这么优秀，觉醒了青铜上品神域的帅哥，他都不搭理，偏偏喜欢一个连成绩都没有的废铁神域觉醒者。同学们，高考已经结束，相信大家都已经拿到自己的高考成绩了。首先我要恭喜昨天觉醒了青铜神域的几位同学，你们很优秀，替学校争了光，也让老师非常高兴。其次，我要对大多数觉醒了寒铁神域的同学们说一声不要灰心，这个时代的高考只是进入理想大学的第一道门槛，接下来的社会实践才是重中之重，关系到了每个同学最终的去留问题。现在我简要的说一下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学校社会实践部的王主任是个中年女子，明朗敦实的身材决定了她的废话不会太多，事实也正是如此。仅只是简单的几句开场白之后，王主任便将整个社会实践的考核细则给详细解读了出来。神域时代的社会实践是根据战场前线的贡献来计算，神域觉醒者在诸天战场上获得的奖励越多，积分就越多，积分越多，高考加成就越多。最终经过1个月的战场前线试炼之后，神域觉醒者的积分就会被详细的统计出来，并排出名次，积分最高者甚至有可能进入清北诸天万界战斗大学继续深造，而积分最低的则有可能会被挡在大学的门槛外，只能选择一个不入流的神域大专就读。当然了，只要有机会进入清北的话，那好处可是相当丰厚的，不仅原始神域的升级概率会提高无数个档次，同时每次神域战场战斗的奖励也会比普通学校高出好几个段位。好了，社会实践的规则已经讲完了，下面就由各位同学们自行选择自己要去的战场前线。对了，有个事情我要提前交代，询问一下昨天的考试里面有没有同学的神域里面没有神域英雄的。王主任的最后一句话算是把林凡给提醒了。林凡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神域觉醒后仅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个垃圾回收加工专家，而这种专家通常都是辅助类的神域子民，战斗无关的品类，所以林凡的神域也就相当于没有英雄了。昨天的林凡还是太兴奋了，以至于把这种重要的事情也给忘记了，现在弄得他不得不在整个大厅所有同学的注视之下举起了自己的右手。报告主任，我好像没有觉醒英雄，怎么又是你？林凡，我记得昨天你考试的时候就没有成绩是吧？看着林凡那俊朗的面容和尴尬的表情，王主任顿时想起了昨天考场上的事情。哎，你说说你这个学生，明明昨天就应该意识到自己觉醒的神域档次不行的，偏偏到了现在还不知道努力。你瞧瞧人家萧楚林，人家觉醒了青铜高阶神域，自带了2个英雄，还有从学校这边购买了1位辅助英雄，难道现在一个英雄都没有？你说你后面上哪里去弄积分去？没有积分你怎么上好大学？算了，待会你自己去一趟神域备用英雄店吧，临时租一个，要么买一个，暂时先凑合着用，等你积分够了再想办法换好的英雄。跟随着王主任的步伐走过了2个廊道，林凡便进入到了学校的神域备用英雄店。前3排的英雄基本上都是诸天万界历史上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小喽啰，什么张三李四王二之类的，林凡即便是使劲想也想不出来这些人到底来自于那个世界。林凡想了又想，还是没敢轻易下手，一个个的看上去就跟弱柳扶风一样，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当成英雄。第4排倒是有几个数得上名字的，不过林凡一看那价格就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巴达勇士、利奥尼达100万，没想到学校居然还有那个时代的阴丁。系统检测到垃圾属性的英雄1位，宿主请速购买。垃圾属性的英雄在哪里？林凡连忙朝英雄店找去。贫僧法号玄奘，此行自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只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沦落此地。若施主不嫌弃，施舍贫僧一点吃食，贫僧自当为施主祈福诵经，保佑施主福寿绵延。唐僧，这也是英雄？难道英雄不应该是孙悟空吗？亲眼看到了衣衫褴褛、瘦得几乎赶上了电线杆的唐朝和尚，林凡的大脑几乎在下1秒钟就要宕机了。宿主速购买，最终在神域系统的催促之下，林凡还是购买了唐僧这位瘦骨嶙峋的英雄。哎，算了，还是等以后有好的再想办法换英雄吧，这哥们也太寒酸了一点，弱不禁风啊。唐僧2000块，林凡同学，你让我说你什么好的？神域不行也就算了，英雄你都不会，挑个好一点的说说，你以后还能考上大学吗？
后面王主任的声音，林凡基本上屏蔽了。算了，先把英雄送到神域里再说吧，万一有什么惊喜呢？回社会实践中心的路上，林凡想都没想就把唐僧送进了自己的神域，而紧接着林凡的脑海中便陡然间响起了一道炸雷般的轰鸣声。回收废铁级英雄唐僧，一位工坊回收加工中，鲁班大师亲自作业，丁收加工成功，获得暴击奖励，黄金级英雄唐三藏，藏天藏地藏众生。如果施主听不懂大乘佛法，贫僧也略懂一些拳脚。什么情况？不是说垃圾才能回收加工的吗？连英雄也可以？突如其来的惊喜几乎要颠覆掉林凡的三观。喂，你真的很能打吗？几乎在第一时间，林凡便尝试着用神识和神域内的英雄唐三藏交流起来。一般，世界第三，贫僧是出家人，一般不打架。不过呢，打架的时候也不一般。唐长老，你还挺幽默。面对唐三藏的回答，林凡无语道：施主这就不懂了吧？贫僧当年可是去过天竺国的三哥家的，人做事那是很有喜感的，耳濡目染之下，偶尔幽默也是很正常的。一袭洒脱自然的谈吐，瞬间就让林凡的无语程度又提高了一层。哎，对了，我的神域里面有一个玲珑宝塔，托塔李天王的那个，这玩意你熟悉吗？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林凡紧接着就询问道：当然，贫僧乃是得道高僧，拥有佛家五眼六通，什么样的法器贫僧会不熟悉？唐三藏淡定地回答道：哦，那也是我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对吧？那你会不会使用玲珑宝塔？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你们这些英雄可是需要战斗的。你看看，现在又没有兵器，总不能空着手战斗吧？林凡再度追问道：施主，看来你还是小看贫僧了。玲珑宝塔相传乃是准提道人馈赠礼敬之物，准提道人何许人也？乃是西方教主之一。贫僧的师父是谁？想必不用再说了吧？这样的法器要是贫僧都不会用，那普天之下也就没多少人会用了。行，那我就放心了。黄金级的英雄加上黄金级的法器，这下子诸天战场看来是稳了。得到了肯定答案的林凡自然是喜滋滋的。回到学校的社会实践中心，林凡你回来了，一直等你呢。刚刚到社会实践中心，赵雨萌便再度出现在了林凡的身旁，而与其一起出现，还有学校的那位天之骄子萧楚林。等我干嘛那么多战场呢？咱们也不一定会在同一个战场。现在的林凡已然沉浸在了获得黄金英雄的喜悦之中，自然而然的就没有留意到美女的顾影垂怜，哪里还有那么多战场？现在只有木星欧罗巴战场了。你回来的太晚了，其他的诸天战场已经被选完了，就剩这一个，要不咱们组队吧？这样的话，咱们到了战场之后，神域的地界也会十分靠近，也许我们还能互相照顾。赵雨萌温暖的声音低声的询问道，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又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行啊，能和大美女在一起战斗，那是我林凡的运气。对了，赵大美女还有其他人没有选战场吗？现在大厅里也没几个人了。林凡放眼看了一下四周，便看到了整个大厅之中已然是人迹渺茫，除了几个跟在赵雨萌身后的男生之外，也就只剩下了萧楚林一个。谁说没人了？还有，我真是没想到今天这么晦气，居然跟你这种人进一个战场。可能是这个萧楚林对赵雨萌也有点意思，所以自打这位一开口，林凡便立刻感受到了一种火药味。姓萧的，你什么意思？什么叫跟我这种人进一个战场？之前那么多战场你怎么不选？现在只剩下一个战场了，你跟我耍什么剑？林凡做事是有仇就报，自然是不会惯着对方。而小楚林呢，被林凡这么一怼，当下也是怒意汹涌，一脸的愤愤不平。该死的小子，老子要不是为了赵雨萌会等到现在才选战场，你等着吧，到了战场上，老子就把神域摆在你的神域旁边，让你一个积分也拿不到。就你这种人还想上大学，吃屁去吧！没办法同在场众人说出滞留的原因，萧楚林便只能在心里诅咒了林凡一番。很快所有人便彻底搞定了木星欧罗巴战场的神域绑定任务，而伴随着一道蓝光划过，一行人便径直离开了蓝星的地表，出现在了一艘硕大无比的宇宙飞船之上。大家好，这里是无限边疆号星际战舰，此次战场传送门位于木星卫星欧罗巴星球附近，请大家立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区域航行模式即将开启。之前说过，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诸天万界的时代，而作为神域时代的人族这边呢，科技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年代。就比如现在他们所乘坐的交通工具，实际上就是一艘能够在宇宙中任意穿梭前进的太空飞船，而他们即将要抵达的地方，则是由数个种族妖魔入侵的前线星球。当然了，这些种族的入侵，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在同一个位面，而这也是林凡他们需要抵达欧罗巴之后，再通过一个传送门的缘故。诸天万界传送大阵位面追踪系统正在锁定战场中，战场编号749，诸天妖魔作战正在进行中。本次传送成员30名，传送区域低烈度战争区开启传送，传送结束，请所有成员速速进入战场。万界防御屏障已关闭，神域之门开启中。第7章赌命的战场。第一次来到战争前线，
林凡还是做了不少的功课，为了保障出入战场的所有菜鸟成员，按照神域世界的人族规定，首次作战，神域觉醒者是可以不用自己亲赴战场进行督战，可以通过灵魂装备将自己的神识灌注在战场上的一方虚空当中，从而借助灵魂与神域的联系，直接来操控神域世界的英雄和士兵进行作战。这样一来，基本上就会规避掉神域觉醒者本体受到伤害或者死亡的概率的。在战争前线与诸天妖魔作战，也是有很大概率会死亡的。即便是现在林凡他们进入的最低烈度的战争区，直接进入战场操控神域战争，死亡率都不低于20%，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世界，要想长久生存下去，就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第一次作战或者前几次没有经验的时候，最好还是穿戴上灵魂装备，利用灵魂状态进行指挥作战。当然了，这种参战方式风险被降低的同时，收获的积分也会比较少，获得的战斗奖励还会被作战中心抽取一部分。所以有些时候，一些胆子比较大的或者是觉醒的神域世界等级比较高的，就会选择直接传送到战场范围，不采用离魂设备，而这也是神域世界允许的行为，一般不会加以干涉。小子，敢不敢跟老子一样直接肉身上场？我盯着你一路了，你这小子也不知道哪里走的桃花运，居然会让赵雨萌这样的美女主动献殷勤。我不会让一个废物得到赵雨萌的，有本事你就别用灵魂作战。刚刚进入战场，趁着赵雨萌前去穿戴离魂设备的时候，林凡便再度被萧楚林给盯上。不过对于这种上赶着找茬的家伙，林凡也没在意，只是微微扫了一眼对方之后，就双肩一耸，也行。虽然我对赵雨萌没什么感觉，不过对于危险，我倒是一向蛮喜欢挑战的。事实也正如林凡所说，他这次来本就打算不带离魂设备的，毕竟他现在的高考成绩在那里摆着呢，考试中心给定的是最低档次，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在战争前线获得足够的积分，搞得不好，他真的连一所普通的3本大学都考不上。不过此刻的林凡还不太清楚萧楚林背后的小算盘，这个家伙邀请自己肉身作战，不仅仅是想要让他进入险地，同时还密谋着要把他弄死在这。林凡，你怎么不去穿戴灵魂设备啊？毕业生第一次实战不用灵魂模式，死亡率很高的。赵雨萌刚刚回来就朝林凡催促道，没事，我本来就烂命一条，大不了打不过就撤呗，低烈度战区又不是凶险之地，跑得快还是来得及的。林凡呵呵一笑，林凡你怎么总是这个样子呢？很危险的。赵雨萌有些担心。不过没等他把话说完，林凡就拦住了他的话头，走吧大美女，哪里那么多危险啊，时间到了，晚了可要扣积分的。说着林凡便直接昂头挺胸的离开了战争前线的安全区域，进入到了战场直达传送梯。一道紫光闪过，紧接着林凡的身形便落在了一处蛮荒的沼泽之上，四处毒雾弥漫，瘴气十足，天空中也是黑云滚滚，各种各样的妖魔尖叫声不绝于耳，直叫的整个沼泽之上都是一片片凄厉。前线作战首要速度，因为这里已经是正式的战场，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妖魔入侵，所以第一时间林凡便已经将自己觉醒的神域空间直接释放在了自己的防御阵线之上。神域，听我号令，速现真身，抵御群魔，微微弹指，覆盖万方烽火雷电，力斩不饶。哗啦啦，一道道闪电伴随着林凡的咒语念动，原先只在林凡意识之中存在的神域空间便陡然出现在了林凡的手指上。而伴随着林凡紧接着的一声弹指，这方缩小了无数倍的神域塔防又开始飘向了地面，并开始迅速扩大。转眼之间，一个占地1000平方的神域空间便直接耸立在了这片蛮荒的沼泽之上。与此同时，林凡的目光也扫视到了周围的战争防线，一座座神域塔防皆是迅速出现在大地之上。最靠近自己的旁边便是一座占地5000平方的神域塔防，塔防的屋顶之上还挂着一朵粉红色的旗帜，在迷雾中飘荡。很明显，这一座神域塔防那就是赵雨萌的塔防了。而在赵雨萌的塔防旁边，则是一座占地更为庞大的神域塔防，足足8000多平方的面积，数百名神域士兵与2个神域英雄正肃然地挺立在神域塔防的大门口，仿佛正在等待着第一波妖魔潮的进攻。糟了，我忘记给唐僧再配几个士兵了。亲眼看到了萧楚林那边的浩荡阵列，林凡这才想起来自己貌似又忘了一件事情。唐长老，不好意思啊，我忘记给你配士兵了，你一个人对抗妖魔搞得定不？要不要我帮忙？林凡颇为尴尬地同唐三藏说道。施主这就说笑了，想当年贫僧西行取经之时，师徒仅仅4人而已，还不是跨越了万水千山抵达了西天，不过是小小妖魔而已，施主全且看贫僧的手段了，不愧是黄金品质的英雄，说起话来都是那么的尿性。眼看着自己这边的塔防设施寒酸的叮当乱响，三藏大师居然也是照样的轻描淡写。警报警报警报，第一波诸天妖魔潮已穿越时空裂隙，所有神域觉醒者准备交战。警报警报警报，第一波诸天妖魔潮已穿越时空裂隙，所有神域觉醒者准备交战。警报警报警报，第一波诸天妖魔潮已
穿越时空裂隙，所有神域觉醒者准备交战。不得不说，真实的战场就是瞬息万变。这边的林凡还在和唐僧对话，另外一边前线的警报便已经伴随着铺天盖地的妖魔潮，震荡了林凡的耳膜。第8张法器是这样用的。妖魔潮来恐怖万千，数不尽的各种狰狞面孔，似乎是在一瞬间出现在了所有神域觉醒者的眼前。一波又一波的妖魔如同潮水连绵，不觉朝着各处神域塔防冲杀过来。而与此同时，所有的神域觉醒者也已经整装备战，冲出塔防，大战开启。天地之间陡然变色，喊杀声、尖叫声搅作一团，直抖的整个战争前线皆是一片血腥气息。不好了，今天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妖魔？居然还有青铜级别的。749战区作战指挥大厅，一名作战指挥官紧张地看着临近屏幕上的战争场面，突然间就意识到了事态不妙。长官，刚刚检测到我们战区的东北方新出现了一个青铜级的时空裂隙，手下急忙汇报道。什么青铜级的时空裂隙？快通知战争前线总部，立刻调集裂隙修复装甲，不能让青铜级的时空裂隙在这种战场出现。青铜级时空裂隙，顾名思义，就是会出现青铜级妖魔的时空裂隙。正常情况下，诸天战场中的时空裂隙是会被人族严密监控，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人族与妖魔的战争不会出现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况，同时也可以保护类似于高中毕业生这样的新手神域觉醒者，不至于第一次上战场就被高级妖魔给秒杀了。然而今天这情况貌似出现了意外，原本好好的低烈度战场之中，竟然突然出现了青铜级的时空裂隙，这就不得不让指挥官紧张的捏了一把汗。整个749战区总共不下3000人，30人一队就有100队的新手之多，这要是再不及时修复时空裂隙，那青铜级妖魔一旦大规模出现，这个战区的人族可就惨了。即便是大多数新手穿戴了离魂设备，按照现在这种情况，只怕也是会战死几百名没穿戴离魂设备的毕业生的。与此同时，战场之上所有的神域觉醒者战士似乎也是感受到了真实战场的瞬息万变，接连不断的神域塔防被妖魔攻破，让整个战场充满了人族的恐怖尖叫声。毫无疑问，那些没有觉醒青铜级神域又没有穿戴离魂设备的战士铁定是危险了。妖魔潮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他们之前在学校学到的常规妖魔潮规模，成百上千的妖魔一个个的全都仿佛是疯了一般的扑向人族塔防，许许多多的寒铁塔防甚至都撑不过3-5分钟，整个神域塔防就被摧毁殆尽，连带着神域英雄的陨落，神域觉醒者的惨叫接天，连日凄惨无比。当然了，在如此惨烈的战场当中，也有打得比较不错的，比如赵雨萌，比如萧楚灵，他们的战斗就打得有来有回。萧楚灵仗着自己青铜级上品神域觉醒者的身份，整个神域塔防也是被他搞得恢宏大气，几百名手下和2个英雄竟然能在成千上万的妖魔潮中稳住阵脚，没有丝毫的逊色，这已经是这次战场上极其罕见的一幕。而赵雨萌那边呢，虽说塔防设施没有萧楚灵那么变态，可是人家女孩子心思也是足够缜密，用不起那么多的手下和英雄。赵雨萌则给自己的神域配置了大量的防御设施，夯土城墙、自动母鸡栏阻刺这些设施是一应俱全。虽说这些设施并不能让赵雨萌杀出妖魔潮的围攻，但是自保却已经绰绰有余了。另2阶青铜级妖魔被击杀突然，149战区的指挥大厅中传来了广播的实时播报，快调取镜头看看是哪个神域觉醒者击杀的。焦虑紧张之余，指挥官连忙朝手下命令道：妖魔潮的浓雾太大，有点看不太清楚，好像是一个叫林凡的神域觉醒者击杀。工作人员不太肯定的汇报道。而伴随着林凡的名字出现在指挥中心，一众指挥人员的耳朵当中，人们也才终于开始关注到一直被所有人忽略的那位废铁觉醒者。此时此刻，林凡的神域塔防外激烈的作战正打得天昏地暗。唐长老，这就是你说的会用法器？合着弄了半天你是能用啊？也太离谱了吧！亲眼见证了唐三藏斩妖除魔的场面，林凡的表情管理险些都要失控了。玲珑宝塔的用法，林凡再清楚不过了。想当年前世看《西游记》的时候，人家托塔天王怎么用的？只需要随手一抛，玲珑宝塔便会瞬间变大千万倍，引起周遭天地之气汹涌横流，妖魔鬼怪是见着即收，沾着即死，潇洒的不得了。而现在呢，人家三藏大师是怎么用的？居然是把托塔天王的玲珑宝塔抱着，拿在自己的手上，然后双臂轻轻抱起，浑身上下卯足了力气，抡圆了胳膊，用玲珑宝塔的塔托去猛砸那些妖魔的脑袋。那家伙玲珑宝塔简直要被三藏大师抡得飞起一圈，一堆妖魔鬼怪砸的那些妖魔是漫天乱飞，哀嚎不止。这手段这场面让林凡简直是一言难尽。唐长老，你能不能正常一点？人家托塔天王怎么用的，你倒是学学啊！就算不能直接收服妖魔，念几句咒语起码也听上去有点气势吧。此情此景，林凡终于忍不住朝三藏大师喊道：施主，这就不懂了吧？贫僧乃是佛家弟子，怎么会懂托塔天王的道家口诀呢？放心吧施主，这玲珑宝塔拿着还挺顺手的，一砸一个脑瓜崩，挺有意思的。
哎，不跟你说了，妖魔又来了，我打啊！林凡是做梦也没有想自己觉醒的英雄会是如此的理直气壮，不会用玲珑宝塔，居然还愣是给说出了道道来，把他自己都给听懵了，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不过万幸好在唐三藏这黄金级别英雄的战力也是猛的可以，没有一名手下的情况之下，三藏大师居然还能只身冲入妖魔巢中，杀了个7进7出，直接杀的妖魔巢是死伤遍地，周围的黑雾仿佛如同旋风一般瞬息消散。第9章青铜级觉醒者，陨落无数的怪物更是被三藏大师的蛮横给吓坏了肝胆，只是转眼之间的功夫，成百上千的妖魔便直接四散一空，朝着旁边的神域觉醒者塔防去。接下来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由于之前一直看不惯林凡被赵雨萌、赵大美女倒追，所以这次的战争一开始，萧楚林这边的神域位置就选在了林凡的旁边。萧楚林最开始的打算是自己的英雄带着士兵杀出去，要把妖魔巢直接赶到林凡这边的，结果呢，万万没想到林凡的神域英雄竟然那么的猛，铺天盖地的妖魔巢愣是给揍成了一股逃兵。这下子好了，原本蜂拥着冲向林凡神域领地的妖魔巢直接就调转了方向，开始攻击起了其他人的神域塔防。而这个时候恰好赵雨萌的塔防里面防御设施是最完善的，所以妖魔巢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便全部涌向了萧楚林这边。呼呼啦啦，漫山遍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沼泽里扑腾的全都过去了。萧楚林愣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一个青铜高阶的神域觉醒者会遇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数以万计的妖魔巢几乎是一转眼的功夫，把萧楚林派出去的2位英雄和几百名士兵给围住。然而便是凄惨无比的绞杀战，2个青铜级英雄确实也是够牛的，可是却偏偏碰上了今天的战场异常，又出现了一个青铜级的时空裂隙。于是萧楚林的下场便就此决定了，连3分钟的时间应该都没有撑住，萧楚林的所有进攻力量便被彻底绞杀。而由于之前只是一味的堆战，却忽视了神域的防御，萧楚林本人更是没等到临时传送的传送梯，就被冲进神域的一只青铜级妖魔一口咬掉了脑袋，死的不能再死了。紧急消息！紧急消息！青铜级上品神域觉醒者萧楚林被击杀。花149，战区指挥大厅瞬间一片哗然，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战报给吓了一大跳。这怎么可能？这个萧楚林不是江城中学的第1名吗？他怎么会死在这里呢？由于萧楚林本人是青铜级的神域觉醒者，是江城市的天之骄子，同时背景又极其深厚，所以他的死亡对于战区指挥体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就好像是一个大脑的孩子上战场，本来是想来镀个金的，结果呢却把脑袋给丢掉了，这就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报告长官，萧楚林好像没有穿戴离魂设备，他是肉身上战场。手下哆哆嗦嗦的汇报道。什么没有穿戴离魂设备？他疯了？以为自己是个青铜级的神域觉醒者就无敌了吗？这是战场，是会死人的，他这么做不是在坑老子吗？特么的，算了，先不管这件事情了。时空裂隙修复好了没有？抓紧撤离所有战斗人员，要快，一定要快。低烈度，战场上的青铜级神域觉醒者陨落本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而现在呢，萧楚林还是在自己的团队未经提醒的情况下没有穿戴离魂设备而陨落的。这件事很明显让指挥官失去了之前的沉稳态度，忍不住的就将脏话脱口而出。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指挥官也没有其他精力再去思考其他事情，而是急忙的又开始了战场撤离的后续工作。半个小时之后，749战区安全区休息大厅，平凡，刚刚那个在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的光头是你的英雄吗？怎么看上去那么厉害，一点也不像是韩铁级别的英雄。从战场中抽身出来，赵雨萌此刻还处在极度的震惊之中。之前的战场上，虽然赵雨萌是在灵魂状态下指挥的战斗，但是那汹涌无敌的妖魔巢和残酷至极的攻防战也确实是让她一个女孩子见证了战场上的残酷无情。这一次她的神域损失惨重，原先购置的所有防御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不说，就连降妖除魔获得的积分，赵雨萌也是少得可怜。光头，你说的是哪个光头？林凡一愣，一时间还没回想起来刚刚的战场，他就顾着让神域收集战利品，唐僧都给忘到了一边。就是那个头顶上发光的光头和尚啊，真的好厉害！我在天空中就看到他把妖魔巢打得落花流水，好像还是用拳头砸的。战场迷雾重重，赵雨萌自然是看不清具体细节的，所以他直到现在还觉得刚刚的光头和尚是一个肉弹，完全凭借着自己的蛮横肌肉才杀出了重围的。哦，是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英雄没那么厉害。呵呵，林凡自然是不可能和别人透露自家神域英雄的具体情况，这种事情就跟中彩票一样，没事偷着自己乐就可以了，别四处去炫耀去，这样也省得给自己添麻烦。丁，恭喜宿主，此次战争前线共击杀2987个妖魔，其中青铜级妖魔15个，含铁级妖魔2972个，宿主共获得积分3122分。丁，恭喜宿主，回收垃圾物品3份，
镀铜金戒指1枚，破烂竹篱笆1排，废物投石车1辆。丁鲁班大师开启工作中，丁镀铜金戒指回收加工中，回收加工完毕，获得999金砖1块，重量10公斤。冰破烂竹篱笆回收加工中，回收加工完毕，获得白银级红砖城墙1座，可加固神谕塔，防御属性加100，抗性等级加10定。废物投石车回收加工中，回收加工完毕，获得青铜投石车1台，攻击力10，攻击速度每秒3发，3000多积分。老唐你也太能打了吧，这都快赶上清北大学的报考积分了，我发达了，哈哈哈！清醒地感知着神谕系统回传的各种数据，林凡整个人似乎都要激动地起飞了，爽，简直太爽了！要知道刚刚的林凡才从战区的积分大屏幕上看到，其他人的积分普遍在10几分、几十分的范畴内，饶是赵雨萌这样的青铜神域觉醒者，也不过才500多的积分，而他居然有3000多积分，这是何等的概念，简直就是要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尽头了。第10章林凡的大麻烦。神域广播：749战区的神域觉醒者请注意，由于此次战区发生严重意外事故，神域觉醒者伤亡惨重，故经过江城市神域高考小组和神域战场指挥中心一致讨论，决定本次神域作战积分将不计入高考总分范畴。所有参与此次神域觉醒者的应届考生，凭借积分兑换神域龙币，另为抚恤此次意外事故当中的遇难者。中心决定将对每位在妖魔突袭之中遇难的人族同胞提供丰厚的赔偿金和相应的神域物品，抚恤积分不算了。有没有搞错？我好不容易弄的3000多积分，林凡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这边才刚刚开心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广播中传来的紧急消息直接中断了他的清北吗？这个消息要是换做了其他人，那肯定就没什么感觉了。毕竟这次的战场绝大多数神域觉醒者也不过就几十分的积分，上清北最起码要好几千分，上个普通2本也需要1000多积分。这次的作战积分没了也就没了，可是对于林凡，那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3000多的积分，再加上一点点，说不定就能够得上清北诸天。万界战斗大学的提档线现在好了，一则通知下来，全没了，这种感觉就好像中了500万，然后突然尿急憋醒了，一看原来是做梦一样，惊喜之余的失落是最为伤人。你就是林凡同学是吧？749战区长官有令，请你到战区指挥中心来一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身着制服的战区工作人员来到了林凡的身旁。林凡抬头看去，看到那人的肩膀上正扛着2颗小星星，神域军衔。林凡是知道，2颗小星星外加1道杠是中尉，这个军衔在神域世界算不上高，不过在这个战区也多少算得上是一个低级军官了。好的，马上到。没有怀疑，林凡便跟着来人离开了战区安全大厅。穿过了几道安全门之后，林凡很快便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陈设十分朴素，瞟眼一看便知道是职业军人的陈设，习惯每一样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象征着荣誉的神域作战勋章和神域作战奖杯则放在最为显眼的地方。报告长官，江城市第一中学应届高考生林凡报道。见到政府在办公桌前忙碌着的指挥官，林凡上前几步，便中气十足的朗声道：林凡，是吧？不用那么拘谨，你现在还不是军人，没有必要学军营里面那一套，找个地方坐吧，我正好有点事情要跟你聊聊。指挥官的身上并没有穿正装，只是一件常服，不过在肩膀上依旧有明显的军衔标志，看上去应该是个少校。待到林凡坐定，这位年轻英武的指挥官便起身来到了林凡的面前，仔细地打量了片刻，随后便自顾自地点上了一根烟，眉眼间略微显出了一丝焦虑的神色。你的高考测试成绩上写的是寒铁神域的觉醒者，按理说这次我们战区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理由会斩杀那么多妖魔的。可是你这次的作战积分却高达3122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林凡同学啊，这个嘛，上来被这么一问，林凡顿时有些不知该怎么回答。林凡同学，不要紧张，我这次叫你过来不是来审问你的，是有些其他的事情需要提醒你一下。我问你个问题，你要是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的话就算了。看到林凡有些犹豫，年轻指挥官也没计较，而是拍了拍林凡的肩膀，示意林凡放轻松。哦，那我就放心了。既然是这样，那您刚刚的问题我还是不回答了吧？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学校的王主任。另外长官，我能问一下，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提醒我吗？一听到不是在审问自己，林凡一颗悬着的心也是立马放下，紧接着便岔开了话题，询问起了年轻指挥官把他叫来的实际用意。呵呵，你这学生倒是挺会反客为主的。那好吧，看你小子这次作战英勇，替我们749战区挽回了不少颜面，我给你提个醒，肖楚林你认识吗？年轻指挥官突然间严肃起来。认识啊，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林凡眼神清澈地回答道。说来也是，之前的林凡刚刚退出战场没多久，就被带到了这。肖楚林那边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太清楚。他死了啊，他死了怎么死的？刚问出这句话，林凡就意识到了自己冒失。事实是明摆着的，这次的作战妖魔鬼怪出现了那么多，
战死几个神域觉醒者，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被妖魔潮攻破了神域塔防，没来得及逃亡就阵亡了。年轻指挥官深吸了一口气，又猛吸了一口烟，继续道：我不知道你对他的家庭情况清不清楚，他的父亲萧振山是江东省的著名企业家，他还有2个哥哥，其中一个哥哥就是清北诸天万界战斗大学的大一学生。这个哥哥不仅仅是个白银级神域的觉醒者，而且现在还是学生会会长。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没等年轻指挥官说完，林凡便直接追问道。不过很快，林凡似乎又回想起了什么，神色逐渐开始变得凝重。关系不关系的现在还不好说，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潜力，不希望你这么年轻就犯下不可挽回的错。据我所知，在这次的作战开始前，你和萧楚林同学貌似是发生了冲突，最后你们2个还是以不佩戴灵魂装备的肉身状态直接进入战场的，而这也是萧楚林同学最后没来得及逃亡的重要原因。话我就只能说到这，能不能理解看你自己了。说吧。年轻指挥官便掐灭了烟头，再度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第11章神域超级市场长官，您的意思是萧楚林的家人有可能会因为他的死亡找我的麻烦，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啊。战场上穿不穿离魂设备是他自己决定的，他死了怎么能怪我呢？林凡有些不服，当下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年轻指挥官抬手制止了。也只是猜测而已，至于其他的，我只能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人族有的时候往往比诸天万界的妖魔还可怕。行了，你回去吧，有时间的话增强一下你的神域塔防。你的战斗场面我看过了，除了那个光头英雄很厉害之外，其他的防御措施几乎等于0。神域城墙还是竹子的吧？那玩意对待寒铁级的妖魔都费劲，最好还是想想办法。直到从办公室离开，林凡拢共也没和那位年轻指挥官聊上几句。不过有一点林凡可以肯定的是，对方对自己的提醒绝对是出自真心实意，不仅仅是因为对方办公室挂着的那一套军装，同时还因为对方言谈举止的时候彰显出来的一身正气。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林凡是肯定不能闲着的。一来学校肯定过几天还要组织下一次的重新试炼，二来呢，他要按照年轻指挥官的提醒，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神域攻防设施。在这个时代，一般性的冲突和仇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因为每个人都拥有神域的存在，而神域的强弱又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所以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都会通过神域这种介质而解决，比如人族内部的神域决战，比如通过与妖魔的神域战争等等方式。人族内部的神域决战大以上就是双方各自把神域摆出来，然后大战一番，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最普通的矛盾处理方式。而另外一种呢，则有一点点比赛的性质，双方如果有矛盾，那么就约好前往某一处神域战场，比拼谁能从妖魔潮的入侵之中活着回来。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比拼都会选择比较厉害的妖魔潮，所以正常情况下只有一方能活着回来。少数时候双方都能抗住妖魔潮的情况下，那么就会比较双方获得的积分、战利品情况，谁的战利品丰厚，谁就胜利。当然了，也有比拼到最后双方都活下来了，又都不肯认输的，那么就继续第一种方式，大家摆开了阵仗，直接厮杀。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太多，毕竟个人的神域是牵扯到个人未来的前途命脉，一旦要是在比拼中把自己的神域给降级了，或者直接整垮了，那这个人就算是最后还活着，未来也基本上没指望了。也不知道萧家要是找我报仇，会采取哪种方式。算了，管他呢，还是先加固我的神域城防才是。想到这，林凡就不得不去。江城是一处极其热闹的地方，而这一处地方便是江城，是神域超级市场。学校的神域备用英雄店，不一样，神域超级市场上售卖的东西那可就多了，大到神域堡垒、神域战舰，小到神域清洁工、神域自动拉磨牛头人，基本上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想当初萧楚林的那些个神域士兵，应该就有很大概率是从这个超级市场里面购买的。尽管这个市场上也有不少高级的神域物品买不到，但是对于林凡目前这个层级的神域觉醒者来说，已经算是物资丰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新款的神域卫兵正在火热促销，来自于瓦坎达的寒铁级神域勇士，一个只需要9500，一个了。漫威宇宙最高科技王国寒铁级神域勇士，不要997，不要996，只要9500。买了瓦坎达的勇士，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漫威宇宙最高科技王国的寒铁级神域勇士值得拥有。这天刚刚走进神域超级市场，林凡便被市场门口处的促销人员给吸引住了。不过等到他仔细地看了一下对方柜台后面站立的瓦坎达士兵，林凡便立刻想起了自己前世有关于漫威世界的一些记忆。是的，瓦坎达这个国度在漫威世界中还真就是号称宇宙最强科技王国，毕竟电影里面就是这么说的。不过电影里面没说的，林凡自己亲眼见证的情况却似乎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瓦坎达这个国度的士兵貌似都是铁憨憨，都已经是整个漫威宇宙的顶级科技王国了。
结果跟敌人作战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式？全是长矛，你敢信？也不知道是电影的导演脑子缺根弦，还是这个国度的士兵脑子缺根弦，跨越整个宇宙了，居然还用长矛弓箭跟对手作战。这样的勇士跟星战世界里面拿着光剑对砍有个毛线的区别啊！这就好比曾经有人模仿原始时代的战士，幻想现代战争一样，双方把生锈的芯片绑在长矛上，然后相互对戳，一戳一个破伤风感染，一点都不带跑的。小兄弟怎么样？最新款的神域卫兵阿坎达的，要不要买几个？防御力杠杠的。呵呵，算了吧，我再看看，再看看。慌忙撇开促销人员伸出来的手，林凡便果断地从这个档口绕了过去，径直朝着超级市场里面走去。林凡要买的东西还有很多，不过当务之急是他手头上没钱，还需要把之前从神域战场前线中获得的那一块金砖给兑换了才行。神域龙币是通行货币，必须要用这种货币才能购买，东直接拿黄金交易，找不开一般也没人敢收。看什么看？没见过金银首饰啊？要看上别处看去，你没看见我这店里买的饰品全是青铜级以上的吗？都是神域将士的高级装备，碰坏了你可赔不起。来到一家首饰店，刚碰到柜台，销售员便有些不乐意地指了指林凡。第12章，有钱和没钱的感觉。说来也是，这几天忙来忙去的，林凡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换上一身干净衣服，衣服上面居然还有战争前线上遗留下来的妖魔血渍，也难怪人家销售员会嫌弃了。你们这里兑换金砖吗？林凡没工夫跟销售员计较，直接便询问到金砖多少成色的，多少克。销售员先是一愣，随后便立刻凑了过来。999的也不多，大概10公斤吧。刺10公斤还不多？小伙子，你不是跟姐姐开玩笑的吧？看你的年纪，顶天也就18、19岁出头，你会有金砖？销售员十分疑惑地打量了一下林凡，随后便低声道：“你要是真有金砖，我给你一颗600，怎么样？这个价格够意思了吧？不过咱们可得事先说好，你要卖呢，就全部都卖给姐姐我。我这里可是整个神域超级市场里面最公道的黄金收购商了。”哦，这样吗？姐姐，我怎么听说最近的神域国际金价已经到700一克了？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穷学生，林凡当然不太懂黄金的行情。不过即便是再不懂，现在的神域世界这么发达，新闻他还是会看的。就在前几天，神域世界的一颗人族盛产黄金的星球才刚刚被妖魔潮攻占，这个消息2天内就导致了整个神域世界的人族范围内黄金价格涨了30%，站上了700一克的高峰。现在这位销售员姐姐居然要让自己600一克卖给他，这一招左手倒右手的买卖可算是让他给玩明白。哎呀，小弟弟，你这叫怎么话说的？我们开店的回收黄金怎么也得挣个房租水电吧，要不然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姐姐，我要是有本事到神域战场去诛杀妖魔，还能在这里待着。这样吧，一口价620神域龙币一克，怎么样？这个价格姐姐我已经是跳楼价了，再高姐姐我可就要喝西北风去了。要不怎么说做生意的会忽悠呢？这边的林凡才刚刚突入了一句神域国际金价，结果下一秒钟，这位销售员姐姐竟然巴拉巴拉便是一番大道。当然了，面对这种精明的商家，林凡也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乖绵羊，仅仅只是停顿了片刻，林凡便嘴角微微一扬，先从自己的包裹中取出了那一块10公斤999金砖，然后在销售员大姐姐一脸贪婪的目光之中，又塞回到了自己的包裹中。算了，你这回收价还是太低了，我再逛逛吧。我再逛逛，不好意思了哈。说罢，林凡便抬腿要走，只不过还没等到林凡迈出这第一步，柜台里的大姐姐便已经急了。别啊，小弟弟，姐姐刚刚跟你开玩笑呢。姐姐这么时尚的人，怎么会给你这么低的价格呢？651克，咱们就651克，怎么样？10公斤我全要了。小弟弟，自打你一来啊，姐姐我可就看出来了，你长得这么帅，又这么有气质，一看就知道是个高级神域的觉醒者，青铜神域觉醒者，对不对？姐姐，我猜东西猜得可准了。姐姐，您这就不地道了吧？您刚刚还让我不要碰你店里的首饰，说碰坏了我赔不起呢。林凡是没想到，这位销售员大姐姐居然脸皮这么变脸，如此之快。当下也是没好气的回对了一句，抬腿继续准备离开。姐姐，我错了，行了吧，小帅哥，670最后一口价了，这个价格绝对是整个市场最高收购价。姐姐要是骗你，出门就被妖魔潮吃了。681克不行我就走。林凡头也不回的撂下一句。最终林凡还是赢得了这场讨价还价大型战役的胜利，顺利的拿到了自己的理想价680元神域龙币，一克黄金10公斤，999黄金，一共卖出了680万神域龙币。而看着手机上瞬间到账的数百万龙币数字，林凡那一颗激动的心也是紧跟着颤抖了起来。680万神域龙币啊，这可是林凡自打穿越10-20年都没见过的天文数字。就在不久之前，林凡还曾经为了一个2000块的唐僧而耿耿于怀，没想到现在仅仅只是过去了几天的时间，他现在居然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发达了，发达了，这下真是发达了。现在有了这么多钱，我一定要买，把我所有想买的东西全买下来先。给老唐整上10万个天兵天将，再给鲁班大师整一个废品回收班点。我要把我的神域空间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哈哈，
看着手机上的数字，林凡是一路畅想着美好的未来。林凡便来到了神域超级市场最大的柜台面前，西游世界塔防柜台。什么是豪横？看一看西游世界的塔防柜台就知道，数以百计的天兵天将，各种各样的英雄，琳琅满目的法宝，有一个算一个，那都是光芒闪烁的存在。只是稍稍打量了一下柜台后方站着的那个通天兵，林凡便已经被这个柜台强悍的实力给折服了。同级天兵甲武力值22，防御值17，神光护体增加1，抗性等级天庭编制增加3，妖魔恐惧值风雨雷电四系法术躲避加3，自动腾云竹移动速度加100，与福道世界英雄匹配亲和度加2，全属性加1。哇塞，西游世界的天兵天将居然还和唐僧匹配有加成。只一眼，林凡便感觉到了自己的眼中迸发出了热切的光芒。服务员，这个多少钱？我要来一对100个，我全要了。林凡激动不已，又豪情万丈地说道：100个青铜级天兵吗？好的先生，一个西游世界的青铜级天兵价格是30万，100个3000万就够了，还可以给您打个折，97折，2910万，零头也给您抹了，就2900万。怎么样？您是刷卡还是手机支付啊？我能暂时先不支付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突然降温的原因，林凡此刻竟然觉得浑身上下异常的寒冷，岂止是寒冷，简直就是一颗心哇凉哇凉的。第13章死亡威胁。逛了大半天的神域超级市场，林凡也没能选中自己想要的神域物品，倒是买了一堆相对而言价格十分实惠的神域装备：100名寒铁级神域士兵，100套寒铁级神域简易铠甲，100支普通长矛，100套普通弓箭和100把普通腰刀。这些就是林凡给自己的神域英雄唐僧配备的战斗小队。而除了这些之外，凡还购置了一堆实质炮弹，供应那座青铜投石车用的一座替望塔，让自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在神域堡垒当中更加清楚地感知战场上的战况。别看这些东西并不算多，品质也大多数都是寒铁品质，却也花去了林凡足足630多万的手机余额，转眼之间就又变成了一个穷小。林凡多少也是有些郁闷，不过就在林凡准备带着自己购置的东西回去好好规制一下的时候，他却感觉到了一丝异常的气息。神域超级市场的走廊上却似乎多出了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幽暗深邃，仿佛是定在了林凡身上一样。接连好几次林凡想要摆脱掉这双眼睛都没能成功，最后林凡心一横，索性也就不躲了。你是谁？跟了我半天了吧？我好像不认识你。从一家店铺的拐角出来，林凡正好截住了那双眼睛的主人。你认错人了，我是来买东西的。男人表现得很镇定，眼神之中却多出了一丝闪躲。都没说你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认错人了？到底为什么跟着我？林凡眉头微皱，一股冷冽的气势爆发而出。我说了是来买东西的。见林凡的气场陡然间变得格外强大，来人也没有多说什么，转头便错开了林凡的身位，朝着走廊的另一边走去。真是晦气，居然碰到一个跟踪狂。见来人并没有什么过分的，林凡当下也没有多想，只当是碰到了一个神经病。然而就在林凡这边忽略了这件事情，准备回家的时候，他的电话却突然间响了起来。林凡，那个明天的高考生战场重新试炼，有些调整，你明天直接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来电话的声音林凡很熟悉，是学校的王主任。王主任，明天的战场试炼不是已经定好了，和上次的同学们一起去749战区的吗？林凡有些不解地问道。你不要管其他人，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这边临时有点变化，时候来了再跟你说。放下电话，林凡还是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早在前几天的时候，学校的考试中心就已经下达了最新的通知，说是上一次因为意外事故停止计算积分的749战场时空裂隙已经修复完毕。他们这一波的不到2000名存活下来的神域觉醒者，明天将会重新进入749战区的低烈度战区，再进行一次战场前线试炼。而现在王主任这个电话打过来，分明就是告诉了林凡，他明天不用和其他同学一样继续往749战区去了，这就有点诡异了。该不会是被针对了吧？想到之前在神域超级市场被跟踪的事情，又回想起了之前749战区的年轻指挥官提醒自己的内容，林凡仿佛已经预感到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果然，事情还真让林凡给猜中了。第二天刚到学校，林凡便直接被老师叫到了王主任的办公室。紧接着，林凡便碰到了一位长相与萧楚林有着7分相似，神态举止却明显要比萧楚林高出了好几个段位的年轻男子。林凡，今天的试炼你就跟着他去，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王主任不容置疑地安排道。主任，其他同学呢？都分散到各个战区了吗？作为应届考生，知道一下我同学的情况不过分吧？我们班还有个赵雨萌，他怎么没有来？猜到年轻男子来者不善，林凡也就不再打算客气。王主任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后考上了大学，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像高中生那样看到对方都躲着走了。哎，你这个学生怎么回事？我还管不了你了，你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没高中毕业呢，我是学校高考中心的主任，你就要听我的。
要不然你就别想顺利获得积分，别想填报高考志愿。王主任也没有想到林凡会突然怀疑起自己，当下也是梗着脖子，拿出了平日里的傲慢姿态。王主任，你是在威胁我吗？林凡冷笑道。行，山高路远，咱们走着瞧。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而且还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家出来的毕业生，在这个强者为尊的神域时代，林凡是清楚一些社会法则的。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和环境抗衡的时候，他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去对抗环境。507战区，这是一个有别于749战区的真正战区。在这个战区之中，妖魔潮的等级最低，都是青铜级，危险系数也是远远超越了749战区的。存在一旦进入战区当中，所有的战斗成员是不允许穿戴离魂设备。而这也就代表了林凡这一次的战斗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战胜妖魔潮，守住自己的神域，成功归来；第二种则是被妖魔潮击败，连带着自己和自己的神域一同消失在这片诸天万界的人族大陆之上。当然了，也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战败的时候自己跑得快，及时从战场中抽身出来。不过这种概率显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带他过来的人自打一进入战场准备区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交了底。林凡是吧？我看出来了，你是个聪明人，不过有的时候单纯的聪明是没有用，还要有实力。知道你很想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在你临死前，我不妨告诉你，我叫萧楚川。前几天749战区阵亡的萧楚林就是我亲弟弟。真相大白，死亡危机正式开启。第14章高烈度战场。兜了半天的圈子，林凡终于算是见识到了当初那个年轻的指挥官所感慨的社会残酷。来到了这个战区，也就意味着林凡此刻已经没有了退缩的可能性。根据诸天万界神域战场的规定，所有参战人员只要进入了战区的战场准备区，就不会允许中途退出，直到当天战场上的妖魔潮结束，参战人员才能撤离。而只要有参战人员中途弃权，就会被神域战场系统直接判定为逃兵。神域世界妖魔纵横，人族逃兵的惩罚是极其恐怖的。相比于前世的逃脱兵役，这个世界当逃兵后果则更为严重。所在战区的指挥官甚至可以凭借神域战场守则直接斩杀觉醒者。所以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局面，摆在林凡面前的便已然没有了第二种选。废话那么多做什么？不就是想杀了我，替你那个狗屁弟弟报仇吗？想报仇就直说，还绕那么多弯子，有什么本事就战场上见。面对萧楚川的死亡威胁，林凡没有再像之前同749战区的年轻指挥官一样，还试图解释一番。事已至此，解释不解释已经不重要了。对方摆明了要自己死的情况下，即便是解释了，事态也不会有什么转机。既然如此，那索性还不如就直接敞开天窗说亮话，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生死之战。这样一来，对林凡也简单，对对方也干脆。好有种！战场上见。507战区魔兽世界战场前线。刚刚抵达战区前线，林凡便感受到了一股十分沉闷的血腥气息，那是前一波战场战斗人员留下来的痕迹。顾不上清理周围的死亡妖魔尸首，林凡便果断地取出了自己的神域，直接在虚空中展开，化作了一片塔防堡垒。呜呜呜！刚刚摆下神域塔防，林凡又听到了战争前线传来的一阵阵预警号角。该死的妖魔潮怎么来得这么快？林凡深吸一口气，急忙就召唤出了正在营帐中休息的唐三藏。老唐，今天的战斗要靠你了，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带着这帮士兵作战的时候留意一点，别让妖魔潮攻到我的神域里面来了。又要打架了吗？施主，你这战斗频率还蛮高的，不知道夜生活是否也是那么滋润？哎呀，这营地里怎么这么多妖魔尸首？贫僧来看看，半兽人、血精灵、牛头人、巨魔，居然还有半人马，貌似这不是贫僧熟悉的那个西游世界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所有叫唐僧的都有饶舌的习惯。总之，林凡身边的这个肯定也是得到了某些真传。刚刚被召唤出来，唐三藏便看着营地里的那些妖魔尸首絮叨起来：“唐长老，我叫你一声长老好不好？你先带着这些士兵去营地，等这一波妖魔潮结束，咱们再聊怎么样？我现在真没工夫跟你闲聊。”说来也是，此刻的林凡是真的没有时间和唐三藏扯闲天，因为时间有限的缘故，林凡手头上的事情还有很多。除了这些士兵直接交给唐三藏之外，林凡还需要把自己神域的白银级红砖城墙给安放好。这个工作是需要他亲自操作，因为之前神域自带的竹篱笆还需要拆除，林凡又没有多余的人手，所以只能由他自己来搞定。1000米的神域范围，方圆就1平方公里，这么长的围栏拆起来还真是需要不少的时间。好在白银级红砖城墙属于高级城防设施，只需要一键部署就可以了。要不然的话，林凡搞不好还得专门腾出几天的空，再招几名泥瓦匠帮自己砌墙。当然了，搞定了红砖城墙，平凡的事情也没结束。昨天逛过神域超级市场之后，他趁着天色没黑，又逛了一趟神域二手回收中心，倒腾了不少破烂回来。一直到把钱全部花干净的时候，他才算是收工回家。而他之所以要倒腾那些破烂，最主要的目的自然就是想要凭借自己的破烂回收工房，试试看自己有没有好运气。
咦，鲁班大师呢？怎么不在宫房里面？刚刚忙完神域塔防城墙的事情，林凡便又来到了神域宫房。报告主人，鲁班大师前几日干活累挺了，现在还在休假。什么？他一个木匠还在休假？他不来，我带来的这么多垃圾怎么办？指了指自己从神域二手回收中心回收来的那一大堆破烂，林凡顿时有些无语。说实话，此刻的林凡心里还真是有一点点慌了。原因无他，就因为他现在所处的战场是不允许佩戴离魂设备的高烈度战场。这个战场可不是低烈度战场，在低烈度战场上，神域主人往往都是不需要参与战斗，一方面妖魔潮的等级不高，一方面还可以佩戴灵魂装备。这种战场只要不是自己作死，一般情况下安全系数还是蛮高的。可是现在的高烈度战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妖魔潮的数量远远超过低烈度战场的10倍、100倍不止。同时，妖魔潮的等级还高，加上没有灵魂设备的保命措施，这万一要是唐僧一个不留神漏了几个妖魔进入神域，那他林凡可就要完犊子了。该死的，这神域大门也是的，开战之后居然不能关上，我这光靠红砖城墙搞不定啊！让2名工人急忙去叫醒鲁班，林凡便一个人独自回到了神域塔房上。站在神域塔房最新添置的寒铁级替望塔上，林凡就发现了自己的神域大门是始终光明正大的敞开着。连续找了番，看了神域界面的好几个操作页面，林凡也没有找到开战后关闭大门的按键。林凡随即便又从替望塔上离开，直接跑到了投石机旁边。好在青铜投石机的旁边还有几名士兵正在操作投石机，瞄准着远处的妖魔潮，这让林凡多少也有了一些安全感。滴滴滴，神域正门附近出现一股妖魔潮，正在攻击红砖城墙。第15章神圣铠甲，林凡的首秀。一颗悬着的心还没放下，林凡便又接到了来自于神域城防的警报。放眼望去，一群青铜级半兽人队伍正滋哇乱叫的朝着自己神域城墙的方向上摸索。好家伙，高路战场果然是不一般，妖魔潮来临的方向竟然是四面八方的来，吼吼吼，砰砰砰砰砰，激烈的金石碰撞声，嘈杂无比的各种嚎叫都从城墙下方传来，一阵一阵又一阵，似乎是永远无法停歇，又似乎是永远都在疯狂。紧张的看着半兽人队伍挥舞着手中的石斧，长毛林凡便果断地指挥起了投石兵，开始朝着城墙外半兽人队伍的方向投掷石块。不过这次的指挥貌似是效果不太好，半兽人队伍太靠近墙角，投石车接连投掷了10几波石块，最终也没有伤到几个半兽人，只是把最外围的几个零散的半兽人砸了一脑袋心，其他的半兽人则已然在疯狂地进攻着神域的红砖城墙。好在又打了一阵子过后，林凡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嗷呜嗷呜嗷呜，呀咦呀咦呀咦呀。进攻了片刻的红砖城墙，半兽人队伍似乎是发现了什么问题，突然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哈哈，还是鲁班那老小子厉害，白银级的城墙果然结实得紧，打不动吧，打不动就对了。看到半兽人队伍停止了进攻，林凡心中一片得意，旋即又调出了自己的神域系统界面，查看了一下红砖城墙的属性。白银级红砖城墙，高度30米乘以30米，厚度2米，防御力100，耐久度99/91000。吼吼，还是高级玩意好。这么多半兽人的攻击之下，居然只掉了1点耐久，不对，他们在干嘛？就在这边的林凡还在高兴之际，另外一边，那一群足有几百只之多的半兽人队伍竟然在转眼之间变换了一个阵型，数百只半兽人此刻竟然在林凡的眼皮子底下直接分成了2支队伍，并且开始朝着城墙的两边分头摸索了起来。糟了，高兴早了！林凡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神域世界这片天地里面，那些青铜级别的妖魔竟然也有聪明个体的存在。一直以来，林凡在书中学到的知识都是妖魔的智力比起人族要变偏低的，结果现在看来显然不是这么回事。连这帮半兽人都知道寻找神域塔防的防御弱点，以前的书简直是白看了。主人找我什么事？恰在这个时候，一个哈欠连天的家伙来到了林凡的身旁。鲁班终于来了，快帮我看看攻防那一堆破烂，我现在需要法宝，快点给我弄个法宝，我先把神域大门顶住先。想到了唐三藏带走了自己的玲珑宝塔，林凡这才意识到手中有个法宝的重要性。要是早知道高烈度战场的妖魔潮这么疯狂，林凡之前就直接让唐三藏直接拎着个长矛上，反正那家伙也厉害的，8块腹肌亮得发光，有没有？玲珑宝塔照样议论一堆的妖魔鬼怪，而自己这边可就不行了。如果有玲珑宝塔在手，直接放出去还能抵住神域大门口。自己虽然不会用，但是玲珑宝塔自带法伤，光是放在那些半兽人就已经过不来了。可是要是没有玲珑宝塔，那自己神域的大门可就相当于是跟纸糊的一样，妖魔都来攻城了。这个时候要法宝，好吧，我看看。哈欠鲁班倒是也听话，虽然对于林凡的要求有些不情愿，但是下一秒人家还立刻就打了个哈欠，乖乖的跑回了自家的宫房。时间1分1秒的过去，
半兽人的2支队伍也在疯狂的摸索中。很快，2支半兽人队伍便已经发现了神域大门的方向，开始相互之间传递起了之前的信号，嗷呜嗷呜嗷呜呀咦呀咦呀咦。而这个时候，鲁班这边也恰到好处的再度回到了林凡的身边。他们快攻进来了。鲁班怎么样？法宝搞定了没有？抱歉主人，你带回来的那一堆破烂属性都太高了，没有烂到垃圾值，没办法加工升级。他们什么？这玩意还有说属性高也不行的。林凡一愣，顿时又是心中一凉。哦对了，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属性太高，我找到了一件破烂衣服，加工了一下，主人要不要换上试一试？鲁班大师，你是在搞笑吗？都这时候让我换衣服？林凡郁闷地伸手拍向了自己的脑门，不过就在此刻，他的眼睛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的光芒给一下子晃住了。神圣铠甲，黄金战衣。神圣铠甲来自于暗黑世界的超级战衣，防御力1000，攻击力加成600，移动速度增加1000。套装属性可激发宿主体内神圣属性，获得一种神圣魔法，耐久度5000。耀眼的光芒之下，林凡似乎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没等鲁班大师在说什么，林凡当即便一把接过了对方递过来的衣服，直接套在了自己的身上。转眼之间，林凡便感觉到了周身上下神光熠熠，体内所有的经络似乎也开始出现了某些灵气，一股股气流开始从他的周身四处汇集成了一条条小河，随后又汇聚成了一条大河，汹涌澎湃，川流不息，仿佛是源源不断的能量都在朝着林凡的周身聚集。叮！恭喜宿主获得神圣铠甲套装加成。觉醒雷电魔法闪电链，闪电链初级攻击性雷法，攻击范围100米，攻击强度100，群伤范围10米，10米下一阶段终极闪电链。居然会有这种事情，我果然是个收垃圾的天才啊！滴滴滴，神域正门出现，一股妖魔潮正在翻越神域大门门槛，进入神域空间，来得正好。看我闪电链，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数以百计的半兽人妖魔潮刚刚跨过神域大门之际，林凡的身形便已经自城墙上纵身而下，杀入了妖魔潮当中。神圣铠甲的加成加上闪电链的群攻效果，使得林凡此刻就仿佛是一个行走的球状，闪电冲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半兽人的哀嚎与惨叫。第16章白银宝箱。前世的林凡就很喜欢打网络游戏，既是一些枪战类别的射击游戏，但是那个时候的他也是最痛恨开挂的对手，中门对狙，连人都没看见就被对方给狙掉，这也成了林凡心中永远痛。然而时间来到现在的神域世界，林凡终于体会到了开挂的好处，回收废旧垃圾简直就是比开挂更爽的神域属性。套上了神圣铠甲的林凡仿佛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游戏世界里面的萨满，挥舞着闪电链一电一群傻憨憨，什么半兽人兵团直接全电的，东倒西歪的全把他们给电成了全兽人，爆了一地的金币，杀杀杀杀杀，电电电电电，一边激动的喊着，一边挥舞着闪电链，一直到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的时间，远处的滚滚烟尘开始进入到林凡的眼帘之中，他才算停下手中那潇洒动作。老唐，你跑到哪里去了？妖魔潮到家了，知道不站在一堆半兽人的尸山前？林凡故作生气般的扬怒道。不好意思，施主刚刚追一群野怪追得太上头了，跑着跑着就迷路了，还差点跑到别人的神域里面去。唐三藏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紧接着唐三藏这边又好像是回想起了什么，立刻补充道，施主，贫僧还有2个消息，不知道施主想不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林凡本能地追问了一句。放心施主，都是好消息。哦，那就说吧。一听此话，林凡顿时心中嘿嘿一乐，却又故意装作镇定，端起一杯茶水作势要喝。贫僧发现咱们神域领地附近的一个神域貌似在驱赶妖魔潮，而且还是往咱们这里驱赶的。啥？这尼玛不是坏消息吗？林凡一口水险些呛进嗓子。对于贫僧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啊，贫僧这一趟杀得好不痛快，比之前的战场杀得爽多了。之前的战场上怪物等级太低，贫僧跺脚就死一片，还是现在的妖魔潮带劲。唐三藏意犹未尽道啊，老唐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他想锤死你个龟孙？我问你是不是？好消息当然是对我而言的。你这么忙，有个屁的坏消息啊！听完了唐三藏的回答，林凡着实是又一阵的无语。也难怪大话西行的世界，这家伙会被猴子一阵扁了。这家伙简直就是无厘头，说起话来完全没有一丁点的正常逻辑。算了算了，那另外一个消息呢？该不会也是坏消息吧？好在林凡为人比较大度，懒得和唐僧去争辩，无语了一阵，就开始询问起了另外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就是贫僧从一个怪物头领的尸体旁发现了一个箱子。哦，说着唐僧便直接抛过来一个破烂的木箱子，落在了林凡的面前。宝箱啊，看着更像是垃圾堆里别人丢掉不要的东西。眼看着木箱子腐朽的不像样，林凡是真的很难将这件东西和幻想中的宝箱联系在一起。这玩意太破，原本的正方形现在已经腐囊成了不规则的形状，原本的木色也已经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侵蚀变成了青绿色，
上面居然还长满了类似于苔藓一样的东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貌似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唐啊老唐，你要是早说，你带来的2个都是坏消息，我都多余问你。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平凡才悠悠的无奈道。不过就在此刻，一直站在旁边看自己打怪的鲁班倒是神情激动了起来。看到那破破烂烂的木箱子，鲁班一个箭步就跑到了前面，一把抱到了自己的怀中，紧接着便急急忙忙地冲回了自己的工房中。叮，恭喜宿主获得垃圾品质木头箱子1个。叮，垃圾回收加工中获得白银宝箱1个。宿主是否开启宝箱？还有这种事？老子之前弄了那么多垃圾到工房，你鲁班就整了一件装备，老唐就弄了一个破箱子，你给我整出1箱子宝物。妈了，这一刻的林凡是真妈，一想到自己之前花费了大几十万买的一整屋子的垃圾，只换来了身上的一件宝贝，林凡便顿感唐三藏的运气自己好多了。当然了，好在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自己的。妈的以后也可以接着再来，当务之急自然就是开启刚到手的这个白银宝箱了。开箱，林凡大手一挥，叮，恭喜宿主获得银锭1000个，每个1000克。叮，恭喜宿主获得白银级采矿工厂1座，免费傀儡工人50名，产矿效率每小时100克白银，每小时1000克青铜。叮，恭喜宿主获得白银级采矿车1台，熟练驾驶员2名，采矿车耐久1000，驾驶员生命值500500。备注：矿场一旦部署到神域，将会自动开启运转，自动挖矿，宿主可放心赚钱。1小时100克白银，1000克青铜。白银的价格现在是7块神域龙币，青铜是1毛钱1克。这样换算下来的话，100克白银就是700块，1000克就是100块，怎么才800块钱1个小时？这采矿场效率也太差了吧！忙活1个小时才挣800，那还是工厂吗？简单的计算了一下矿场的收益，林凡激动的心又沉静了下来。没想到白银级的采矿工厂竟然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收益，这实在是让他刚刚白激动了一场。丁检测到宿主 EMO 了，系统提示开启，友情提示：采矿工厂的收益低，是因为所采矿石精度不够。如果宿主能再获得一座矿石精炼厂，就会大幅度提高采矿收益。神域世界这么复杂的吗？还有矿石精炼厂，系统的提示让林凡瞬间想起了前世玩的一个叫做红色警戒的游戏，在那个游戏里面貌似就有矿石精炼厂这样的设施，是用来提高采矿收益，只是没想到这个世界居然也有这些东西。第17章，没有病的困扰。算了，还是先不算这些了，反正我现在还有1000的银锭呢，一个1000克，1克7块钱，吼，居然又是700万的银行卡余额。这次回去了，我可得让那个销售员姐姐给个好价格。喂，施主你在想什么呢？恰在林凡这边还在思考着自己这一次的收益时，唐三藏这边却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遐想。干嘛美好的畅想被打断？林凡有些小生气道：施主，不觉得现在的神域营地这太挤了吗？唐三藏指了指神域广场上密密麻麻站着的100名士兵，紧接着就再度絮叨起来：施主啊施主，贫僧一个出家人倒是无所谓，没地方住，在鲁班兄弟的工坊里面也能凑合凑合，可是贫僧手下这100名兄弟没个住的地方可不行啊。这神域世界的环境变幻莫测，妖魔鬼怪众多，他们又不像贫僧有佛法金光护体，要是兄弟们的身体再被妖魔侵蚀，有个传染病什么的，贫僧恐怕就指挥不动他们。对哦，我怎么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这个时候，林凡才恍然想起了自己之前的一大失误，他居然忘记了购买兵营。要知道，兵营对于士兵们来说，那可是最重要的生活休息场所。自己的神域里面，现在居然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兵营，这让士兵们以后怎么生活？晚上怎么睡觉？难不成都待在广场上打地铺？要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他这花费巨资购买的100名士兵，恐怕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全要报废了。要知道，神域里的士兵只要休息不好，那战斗力和生命力都会往下掉。这可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情。该死，我那天逛神域超级市场的时候，怎么光惦记着买垃圾的事情？回想起之前，林凡顿感有些傲慢。当时的他看着银行卡里就剩下几十万，于是就直接跑到二手回收中心去抢垃圾去，结果竟然把兵营这种重要的神域基础建筑给忘记了。老唐跟你商量个事情，你看看待会第二波妖魔潮的时候，你能不能出去给我捡个兵营回来？不好意思啊，最近事情太多，兵营忘记买了，我的神域里面又没有开启商城，现在咱们又是在战争前线，没办法回城，这件事情恐怕还要麻烦你了。懊恼之余，林凡便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唐三藏的身上。这家伙刚刚不还带回来一个宝箱吗？让他出去想办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而让林凡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这边刚刚提出了请求，下一秒钟，唐三藏给他的回答却直接击碎了他这唯一的幻想。弥陀佛，施主，你这可就是为难贫僧了。普天之下，诸天万界，谁不知贫僧是个行脚的和尚，风餐露宿，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贫僧要是能弄到兵营，当年也不至于收个猴子当保镖了。好吧，你话多，你有理。面对唐僧有理有据的回答，林凡终于是彻底偃旗息鼓了。
算了，跟个和尚讨论行军打仗的事情，怎么想也不是多么靠谱的事情。兵营的事情看来只能暂时搁置了，希望唐僧后面能够走个狗屎运，捡个兵营，要不然那就只能等到自己回城之后再去神域超级市场购买了。700万也不知道能不能买个靠谱的兵营，别到最后再像之前买士兵一样，买来一堆属性垫底的寒铁士兵就行了。哎，对了，老唐你这次够牛的，这100名士兵全都没有死伤，他们可都是些寒铁级的士兵，在这么残酷的战场上，他们居然都没事。想到这，林凡立刻便打开了自己的神域属性版，开始查阅起了士兵的属性栏。结果显而易见，林凡又高兴早了。寒铁级士兵甲生命值520，护甲值310，武器磨损率50。提示请尽快准备补充兵员和护甲装备。提示拥有兵营和军械所，可以大幅度的修复士兵的生命损耗和护甲武器的耐久损耗。搞什么鬼？才第一波妖魔潮，士兵的生命值就掉1半，我花了那么多钱，就这？老唐这是怎么回事？寒铁级士兵不至于这么脆吧？林凡沮丧无比地看向了唐三藏，施主莫慌，贫僧想一想哈，贫僧貌似没让他们参与战斗，只是让他们在一旁略阵而已，怎么就成这样了呢？哦，贫僧领悟了，这里是青铜级战场，妖魔潮的妖魔之气会腐蚀这些士兵的生命和装备，贫僧有神光护体，6丁6甲，神光保佑，自然就感觉不到了。还别说，唐三藏这位英雄到了这神域世界，还真是带着2把刷子来的。这家伙不仅仅战斗力是超群的存在，就连领兵打仗时的套路也是有一手，居然还知道让那些寒铁级的士兵们在旁边列阵，这也避免了林凡在第一波妖魔潮的时候一个士兵也没回来的悲剧发生。高烈度战场这么狠的吗？那现在怎么办？林凡深吸了一口气，立刻就想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按照自己现在的这些士兵情况，接下来的几波妖魔潮肯定是顶不住了，士兵等级太低了，不用打，光是妖魔潮的妖魔之气就足以让这些士兵们全完犊子了。这要是再打下去，那之前自己花的那大几百万可不全打水漂了。可是要是不打的话，光靠一个唐三藏这家伙实力倒是猛得很，可是真碰上了妖魔太多，会不会也出现意外？还得想个办法才行。林凡思索着没多久，便感觉到了自己的脑海中灵光一闪。老唐，你之前说有别的神域再往我的神域驱赶妖魔，是吗？是啊，施主怎么了？你有没有听说过偷塔这个词？小声点。言语之中，一个全新的方案便在林凡的脑海中诞生。第18章偷塔和反偷塔。没错，聪明的朋友们，你们猜的没错，林凡想到的办法就是偷塔。说来也多亏了上一世林凡这家伙不务正业，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里面，要不然的话他现在还真想不出来这么高明的办法来。神域世界诸天万界，那可不是一个常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各种塔防设施亦或者各种建筑，实际上那都是可以被盗取的。只要你的手段过硬，那么别人的神域塔防也未必就不能变成自己的神域塔防。当然了，这件事情的本身多少也是有点难度的，不过有志者事竟成，把别人的建筑都变成自己的建筑，把别人的塔防都变成自己的塔防，不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想当年雷老虎招聘洪熙官的时候，不就是这么说的？要是别人的钱都变成了我的钱，要是别人的那啥都变成了自己的那啥，哈哈，想想都觉得带劲。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一次留下1半士兵守卫咱们的神域大门吧。老唐，咱们2个就负责打配合，你去吸引那个谁家附近的妖魔潮，还有卫兵什么的，我呢就负责偷塔。要是这件事情弄成了，我保证给你弄一顿上好的斋饭，怎么样？密谋了一会，林凡便给自家的英雄唐三藏画起了大饼。只不过让林凡没想到的是，他的饼刚刚画完，对面的唐三藏却似乎是没了些许战斗的欲望啊！施主，贫僧能不能有个小小的要求？要求你说，只要你能说出来的，我都会满足你的。林凡直接满口答应道：贫僧想吃烤鸡翅膀，不知可否啥好？烤鸡翅膀？你不是个和尚吗？贫僧以前是和尚，不过那都是当年在单位的事情，现在贫僧都到了神域世界了，怎么还能过那样的苦日子呢？试问世上有谁会把上班时的规矩带到下班呢？再者说了，施主就没听说过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吗？烤鸡翅膀我最爱吃。哎呦，我去，那是他们唐寅唐伯虎好不好？老唐你搞串了。林凡忍不住捂住自己的心脏吐槽道，都一样，神域世界妖魔横行，若是再不及时行乐，只怕贫僧万一有一天升天了，就没得吃了。正所谓越是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停，别唱了，我答应你了。鲁班，你在干什么？不在宫房待着打什么节拍？将军令都出来了。萧楚川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在神域战场当中被人家偷塔，而且还是偷的那么的彻底。不得不说，林凡这家伙平时虽然多少带一点点无厘头的气质，但是真要是让他统帅起队伍来，还真就比唐三藏强了不止1倍。为了能够顺利的偷塔成功，林凡先是安排了唐三藏来了一个欲擒故纵的拖刀计。哦，不对，更准确的应该叫拖塔计。计划的内容就是
让唐三藏在前去绞杀妖魔潮的时候故意诈败，然后呢，趁着所有妖魔潮追赶他的时候，把妖魔潮往对方的神域塔防的范围，等到对方驱赶的妖魔潮又重新回到了他们自己的防御范围内的时候，唐三藏就率先杀出一条血路，想办法吸引所有妖魔和神域塔防士兵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再由林凡率领的偷塔小队悄悄地沿着神域塔防的城墙摸进对方的神域塔防内部。神域世界通常情况下是有占有保护机制的，什么意思呢？大体上就是人族的塔防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攻击人族自己的，要想攻击则需要另外开启人族对战模式，也就是两个人族之间要决斗，各自的塔防才会进行人族内部的敌我识别。因此在这个前提之下，真正到了战争前线的时候，人族的神域觉醒者通常都不会打开人族内部的对战模式。正是这种大概率的占有保护机制存在，给了林凡一个偷塔的机会。就在萧楚川这边还在自己的 T 望塔上诧异地看着那铺天盖地的妖魔潮，突然间又折返了方向，奔着自己家神域这边的时候，林凡的小队则已经悄摸几的从侧面来到了萧楚川的神域塔防大门口。检测到对方塔防拥有心魔扰乱机制，您的寒铁级士兵甲已动摇，中心值20100，定。检测到对方塔防拥有心魔扰乱机制，您的寒铁级士兵已动摇，中心值15100。该死的，快撤快撤，这家伙居然比我还硬，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第一次偷塔行动居然会遇到这种离奇的情况。心魔扰乱机制，林凡在高3上学期战场模拟课的时候，老师就曾经教过，说是进入到了神域战场前线，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惦记别人的塔防。人族内部虽然有占有保护机制，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准备充分的神域觉醒者。这些神域觉醒者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塔防，往往会在自家的塔防设施中安放一种魔化旗杆。这种魔化旗杆的作用就是把通过心神控制将那些误打误撞进自家神域塔防的其他人族士兵或者英雄据为己用。一旦一个人族手下的士兵或者英雄的中心值降低到了一定的阈值以下，那么他手下的这些士兵和英雄就会变成别人家的士兵和英雄，而这就是当初老师让他们不要惦记别人塔防的原因所在。好在林凡的反应也确实是够快，第一时间就撤离了所有的士兵，他们打发回家守自家的神域世界去，要不然的话，林凡这一次的偷塔行动十有八九就要偷鸡不成蚀把米了。算了，指望这些废铁级的士兵是没指望，看来只能我自己去了。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穿的神圣铠甲，林凡这才放心的再度折回了头，来到了萧楚川的神域塔防正门外。第19张牧师塔就在林凡这边，即将在下一秒钟要进入萧楚川的神域塔防大门时，林凡却突然间感觉到了自己的身边貌似多出了一个人。谁？林凡被吓了一跳，连忙撤回了身形，回头警惕道：主人是我。鲁班班大师凑上前激动地说道：你过来干什么？林凡一脸困惑，刚刚咱们那一队溃败的士兵带回来一个迷路的家伙，他给了我一样东西，我觉得可能对主人有用，就直接拿过来了。说着，鲁班便从衣袖当中掏出了一个精致的透明琉璃瓶，瓶子里则是一种红色的液体药水。你跑这么远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你这家伙是不是闲的？林凡明显有些狐疑地问道。主人，您之前不是还嫌弃我休假影响了您的战斗吗？这一次我决定要多表现表现。鲁班十分诚挚地回答道。哎，行吧，多个人多一份力量，你跟着我吧，咱们先把这个神域里面的兵营偷出来再说。面对鲁班大师的殷勤，林凡其实是有所怀疑，不过见鲁班振振有词，又回想起了自己之前貌似也确实是因为偷懒的事情训斥过鲁班，林凡自然也是没啥可说的。人家鲁班好心过来支援自己，自己又怎么好去再去责怪对方？更何况现在自己手头上正缺人手，带上他，说不定还能从萧楚川的神域里面找到什么可以升级的宝藏，垃圾也说不定。想到了这里的林凡，当下便默许了鲁班的行为，继续起了自己偷塔的计划。两人悄悄地绕过了萧楚川神域大门的卫兵，随后便朝着神域里兵营的地方逼近。萧楚川的神域空间可比林凡的神域空间大多了，虽然对方的神域空间只有白银级别，相比于目前林凡已经确认的黄金级以上的神域空间，等级要差了许多。可是关键是神域空间这东西跟级别相差并不大，这就好比是前世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实力并没有固定的逻辑关系是一样。进入到了对方的神域空间范围内，林凡便开始四下打量，很快便发现了萧楚川的神域兵营所在位置。哇塞，这么豪华的兵营，这要是放在神域超级市场，搞不好也得好几千万。林凡羡慕不已的低声惊叹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林凡却又恍然间感觉到了，眼前似乎突然一亮，紧接着抬头朝光源方向看去的他，便看到了远处的神域城墙之内，竟然有一座塔楼正耸立在兵营的不远处。此时此刻，塔楼之上出现了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子，正微微地举起手中的法杖，紧接着法杖的顶部便闪烁出了五彩斑斓的光芒。那光芒像极了林凡第一次穿上神圣铠甲时发出的光芒，耀眼又灿烂，
仿佛整个世界都沐浴在了光芒之中。此刻就连林凡似乎也被这光芒所吸引，畅快地享受着温暖与和煦。然而还没等光芒的照耀温暖多久，林凡的耳旁却突然间响起了鲁班的声音：主人，你貌似在飙血啊！仅剩的一名随从及时提醒。林凡才下意识地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血条。是的，当以肉身进入真正的战场之后，神域系统是会有血条显示的。而此刻林凡人物界面中，自己的血条正在呼呼呼地往下掉。怎么回事？不是穿了神圣铠甲了吗？这样也要掉血？并检测到宿主的困惑。牧师塔白银级防御设施，由牧师操控，以圣光与暗影之力来防御神域空间。技能圣光之刺，圣光的力量带有神圣牧师的精神念力的远程攻击，手段伤害每秒5点伤害。圣光力量的来源取自于神圣法域中圣光之泉，与宿主神圣铠甲的神圣力量同为神圣之力的一种。根据同种神圣之力无法相互抵消原则，故而无法进行防御。还有这种事情，那岂不是我的套装抗性没办法应对圣光一类的攻击了？无奈之下，林凡最终还是接受了神域系统的基础设定。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在神域世界也是一样。象征着光明力量的神圣铠甲，只能应对妖魔的力量，却无法应对光明的圣光力量。面对着圣光之刺攻击下，自己呼呼的往外飙血，林凡也是立刻选择了撤退的选项。咦，鲁班，你怎么不掉血？回来的路上，林凡一边懊恼着萧楚川的神域防守过于严密，一边则好奇起了自己身旁的这位跟班。是啊，鲁班貌似自始至终都没有掉一滴血。这一次的偷塔过程当中，林凡先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士兵在掉血，紧接着又亲眼见证了自己在飙血。结果呢，偏偏就他鲁班不掉血。不用想也知道，这里面必然是有蹊跷的。按理说，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持自己不掉血的可能性只有2种：一种是人物等级足够的高，像唐三藏一样，黄金级别的等级，防御极高的同时，回血能力又超级变态，往往血条还没有往下掉一格，强大的回血能力便会回满2格的血。这种情况下，人物自然是不用担心掉血的问题。而另外一种情况呢，那就是人物拥有某些回血技能，或者是某些回血丹药之类的东西。有回血技能可以一边晃悠一边给自己加血，而有回血丹药呢，则可以直接按照掉血比例时间服用丹药给自己回血。鲁班肯定是没有回血技能了，他貌似也不是什么黄金级的英雄。那么答案显然就只剩下了一个：你带来的那一瓶药水是什么药水？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林凡立刻追问道：不知道主人，反正用一点点就能感觉到气血翻腾，老舒服了。气血翻腾，难不成是金疮药？你这家伙还偷喝金疮药？看着眼前只有不到半瓶子左右的红色药水。第20章神医华佗，林凡终于彻底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当下林凡也不再和鲁班闲话，直接接过了鲁班手中的药瓶，一口把剩下的药水给吞服了进去。并检测到宿主服用了强效治疗药水，宿主血量增加150点。丁首次服用治疗类药水，系统随机奖励一个装备凹槽。第一个宿主的神圣铠甲出现一个装备槽，宿主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装备槽中安放合适的宝石，瞬间回血的感觉，紧接着又是一场意外的惊喜，顿时就让林凡之前偷塔失败的沮丧心情一扫而空。鲁班，你之前碰到的那个人该不会是奶妈吧？要是我的神域世界多一个奶妈，那我可就不用担心那些士兵熬不过第3波妖魔潮了。回去的路上，平凡激动地畅想着今天的幸运，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天失败的偷塔行动，居然还能拥有这种幸运的收获。自己这运气真叫一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就是不知道那个随身携带着治疗药水人到底是不是奶妈神医华佗。天啊，你是神医华佗！刚刚回到自家神域营地，看到了那仙姿飘渺的白胡子老头，林凡就被自己这破天的好运给震惊到。自己那一群溃败的士兵，居然给自己带回了整个诸天万界历史上都十分有名的神医华佗。华佗何许人也？那可是阎王门前都能拽回不少兄弟的顶级治疗王者，存在自己的神域里面。要是有了此人的加盟，那岂不是相当于多了一整个医疗机构？那个华神医哈，我呢，非常欢迎你的到来，也非常感激你帮我手下的兄弟们摆平了他们掉血的麻烦。只不过对于您的到来，我还是有点困惑。您说您这么厉害的神医，怎么会流落在妖魔潮横行的战场前线？您不应该在人族勇士的神域空间里面吗？高兴归高兴，一些疑问还是需要问清楚。神域世界可不同于其他的世界，即便是华佗这样的神医，也未必就不会是个间谍之类的存在。这种事情与神域世界的中心值有着莫大的关系。初次见面，对方没有自己的神域契约，就没有忠心这么一回事。这种情况下，林凡终归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哦。林凡勇士你好，是这样的，我主人的神域被攻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共享一下我的神域面板，您看一下就知道了。面对林凡的质疑，华佗倒是也干脆，挥手之间就将自己的人物界面显示在了林凡的面前。神域世界是允许查看人物界面的，2种情况，一种主人死亡了，
另外一种就是主人与林凡有好友关系。很明显，华佗的操作属于第一种，要不然的话，华佗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属性面板共享给林凡看。通过查看属性面板和后面的一番谈论，林凡很快知道了华佗之前的所有遭遇。原来华佗所在的神域确确实实是被妖魔潮给攻破，所有的神域设施和神域将领基本上全部阵亡，连带着神域觉醒者自己也身死道消，只留下了拥有不断给自己回血的神医华佗。勉强的在妖魔潮冲破神域之后存活了下来。不过呢，由于妖魔潮实在是太强悍，神医华佗最终也没能全身而退，逃亡的过程之中就被一小波妖魔给围住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神医华佗遇上了正在撤退过程中的林凡手下士兵。这些士兵本身都已经没多少血，所以呢一开始也没打算去拯救华佗。可是这个时候，华佗却好像是一下子看穿了这群士兵的情况一样，一张口呼救就是大家伙合作，我给你们补血的丹药，你们救我一条命，生死关头谁还能拒绝这种好事降临？当即这一群士兵便协同华佗一起彻底击败了这一小波的妖魔。当然了，于林凡的那些士兵本身级别太低，所以这一次他的损失还是不少的。10几个青铜初级妖魔愣是弄死了60多个吃了治疗药水的寒铁级士兵，可想而知这些青铜初级的妖魔有多么厉害。不过好在事情的结局不错。哦对了，在和林凡交流的时候，华佗还提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当华佗和士兵们最终还是顺利的回到营地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正在林凡神域攻防门口悠闲的喝着茶的鲁班，于是才有了鲁班突然前来援助林凡的事情。话说林凡之前的怀疑还真是一点都没错，鲁班这家伙之前就有休假旷工睡大觉的前科，他又怎么可能那么巧的赶过来支援林凡呢？事实的真相是，鲁班这家伙担心自己喝茶磨洋工的事情被溃退回来的士兵们给捅出去，所以人家才会灵机一动，从华佗身上摸了一瓶药水，然后兴冲冲地跑到了林凡的身边来献殷勤。不得不说，从这里就能看出鲁班这家伙的聪明劲来了。一看到回营地的士兵个个都是带着伤的，人家这聪明的智商还真就迅速占领高地。你就说牛不牛吧？好你个鲁班，你可以啊，难怪人家都叫你木匠的祖师爷。你这一手偷梁换柱的妖功操作，差点把我都给忽悠了。要是不知道你整了这一手，我还真准备今天好好奖励你一番呢。听完了华佗的陈述，林凡顿时被鲁班的骚操作给整了一个哭笑不得。主人，您这用词恐怕就有点不当了。我这一招叫戴罪立功，主人看在我帮了您一回，给您带来了治疗药水的功劳上，您就饶了我吧。鲁班眨巴眨巴眼，一脸的笑意盈盈。好吧，你的事情就算了，不过以后得好好工作，别老偷懒。我身上的神圣铠甲安装插槽宝石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想办法给我弄一个好一点属性的宝石。第21章魔抗宝石和技能书。话分两头，林凡这边经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失败偷塔行动，另外一边唐三藏也因此而受到了不小的波及。由于一直都没有接到林凡偷塔成功的信号，唐三藏便只能引着一大堆的妖魔潮来回的在萧楚川的神域附近游荡。萧楚川呢，倒也真是有些实力，成百上千的妖魔连绵不绝，在自家的神域外面来回窜动，人家还真就始终只会弱定，没让唐三藏的计谋得逞。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一直没等到信号的唐三藏终于等不及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林凡这边则已经彻底在华佗的帮助之下修复了所有士兵的血量和中心值。不仅如此，林凡还把华佗给契约在了自己的神域世界，华佗成为了自己神域世界的一名成员。老唐，你终于回来了，不好意思啊，今天发生了点意外，偷塔失败了。林凡有些抱歉地将唐三藏迎回神域。失败了？原来如此，难怪我一直没有等到你的信号。不过没关系，施主，贫僧今天过得依旧很开心，就很开心。光让你引怪，不让你打怪，你也开心的吗？林凡好奇道。非也非也，施主，贫僧正要跟施主解释呢。没办法，贫僧就是这样的汉子，老等不到施主的信号，一时间手痒就锤了那帮妖魔们，顺带着还捡了2样东西。哦，施主请看。说话间，唐三藏便将自己这次战斗获得的战利品摆在了林凡的面前。魔抗宝石，老唐你锤得好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心里想要什么，又锤出来什么东西了。仔细的端详着唐三藏递过来的魔抗宝石，林凡心里这个高兴啊！魔抗宝石品质黄金级，魔法抗性加100100的魔法抗性，这对于林凡来说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超级属性。要知道他的神圣铠甲都没有魔法抗性，白银级的红砖城墙抗性才加10，现在一块宝石的魔法抗性居然加了100，如此之高的属性加成，简直就是在明确的告诉林凡，以后他再也不用担心会被那个什么牧师塔的圣光给照掉半拉血条了。再厉害的圣光也终归是魔法，而这块宝石的属性毫无疑问远远超出了对方牧师塔的法术圣光之刺的威力。有了这块宝石，下一次的偷塔行动即便是现在不用准备，林凡也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要成功了。太好了，偷塔，下一次我说什么也得把那家伙的兵给偷过来，
激动之余，林凡便又翻看了唐三藏带回来的第2件宝物——破烂古书一本，字里行间貌似有些深邃的奥义在其中。然而篇章历史太久，里面的内容已经模糊不清。品质垃圾，属性提示卖破烂兴许可以卖几毛钱，提示或者宿主也可以。在其外面加上维护世界和平的字样，找个小朋友卖他个10块8块啊！回收战利品的时候就不看看内容吗？这什么破书，啥也看不清楚，翻了半天也没认出几个字，林凡就有点失望。是吗？那看来施主与贫僧是一样的感觉了，贫僧也是一个字也没认出来，那你为什么要捡它呢？